如今的老八都还能担起吴越的藩篱吗？虎子，依内衙兵册，老八都在册兵额有多少？八都总计兵额31882元。实有多少？据内衙都监署点检，老八都实有兵额11054元。控额、阴兵、白账，军中三大弊，你们都不知吗？令公啊，这样的军队还能做咱们吴越国的藩篱吗？裁军，裁军，裁谁？裁多少？以什么名目来裁？回禀令公，自长兴3年，吴越国共计兵马13都，其中老八都为武肃王起兵时所建，后增5都。文穆王时新设轻从、轻卫、中直匡武次妃、左右厅、乐骑等24都。中宪王又新设3都，再加上护卫瀚海长堤和太湖大堤的辽浅都。负责修治耕筑军屯的浙东、浙西2大营田使司所辖营田都，负责甲胄器械修造的瑞金都，负责战船修造的楼船都，负责车架修造的车架都，还有负责粮秣给养输送的辎重3都。国中共计48都，总计兵额243581元。此番裁军，武肃王时期的老八都。国初所建5都进行裁撤，浙东、浙西2大营田使司亦要裁撤，所属营田都官佐入为户部属官，兵丁进行裁撤，瑞金都、楼船都、辎重3都并入兵部，车架都并入工部，总共要裁掉21都，裁减兵额87321元。你是要毁了吴越国吗？大王可知兵是什么？若是没有了老八都，便没有了吴越国；若是没有了这些囚拔们，老王不过是滩头上挣扎性命的一介鱼盐贩子，老夫也不过是长安一个杀猪宰羊阿杂屠户。纷纷乱世，人命如草芥，兵便是天下的根本，兵便是一军13州太平年景的压舱石。若是没有了兵，或者是兵弱了，不要说天下，不要说将来，就是眼下，北面的南唐李家便会恶狠狠地扑来，尖牙利齿，一口一口将吴越这一片乐土啃食干净，便再没有什么吴越国了。不光说是大王一家，哪怕是前世一族，也将是死无葬身之地。真是如此吗？大王是遗老臣了。孤是在问，如今的老八都还能担起吴越的藩篱吗？虎子，依内衙兵册，老八都在册兵额有多少？八都总计兵额31882元。实有多少？据内衙都监署点检，老八都实有兵额11054元。
控俄、阴兵、白诈，军中三大弊，你们都不知吗？令公啊，这样的军队还能做咱们吴越国的藩篱吗？福家，福家，大王这是杀鸡害猴啊！老八都营务废弛，不堪一击，这是人皆禁止。2代君王和七郎君都不敢揭开此事，就是怕乱了军心，生出昼夜之变。今日大王命神虎子当堂揭开了此事，这就是当众打父亲的脸呐！他打我干嘛呀？小老虎，小老虎。你就那么当众打那老头子脸，不会把他逼急了，再来个连夜逼宫了？他掌管兵事这许多年，对那些军中情弊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只是他自家毕竟出身老八都，里面的官变将佐几代以姻亲相结啊，要么是当年同袍的后人，要么是昔日部下的子侄，啊，还有很多人的祖辈当年在军中是他的上官将主，那碍于情面，他不方便做这个恶人。那我替他做这个恶人，那老头子还有什么不甘心呢？哎，抱抱，抱抱抱抱抱抱啊，抱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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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哭不哭不哭，哎，不哭不哭不哭，我要去大了。你那几个兄长做大王的样子，我可都是见过的，都是下面的臣子做恶人，这好人是让大王来做的，怎么如今到了你这儿，这大王反过来替下面的臣子去做恶人？哎呀，我也便是说说而已。这老头子辈分太大了，位分又尊贵，也便是在他面前，我才替他做一回这恶人。那真到做事的时候，哪轮到我这个大王自家去做恶人吗？是不是啊？不做恶人，谁是恶人啊？不做恶人，啊、不做恶人。谁是恶人啊？啊？为平息南唐与吴越之间的战事，结盟好，通商贸，最终实现天下会一，太平盛世。郭威派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李谷为巡访大使，又时以开封府推官王溥、殿前东西班行首赵匡胤为巡访副使的使团，出使南唐吴越。此番出使，还隐含探查南唐吴越国力之虚实，以图日后削藩的深意。风柳遥遥无定枝，阳台云雨梦中归。他年蓬岛阴沉绝，留取尊前旧武艺。好，妙啊！此诗音韵入神，无谱无痕。相公近来所作，此诗为最佳呀！好，绝确周使，可有佳作相贺啊？放肆！为人相公和王师仪皆是汴梁重臣，何在乎这区区诗文小道啊？尔等这是难为人了。今夕拜新月，沉沉尽蜀中。玉绳书间彩，今长竟无风。结患知身老，时平见岁功。银看北驰名，蓝尽坠微红。好，见笑了，好诗，师兄。哎呀，你们呐，真是。晚妆出了明积雪，
春殿平娥鱼贯裂，凤箫吹断水云闲。重按霓裳歌遍彻，临风谁更飘香榭？醉拍栏杆情未切，归时休放烛花红。待踏马蹄清夜月。臣等恭迎郑王殿下。主公不必多礼，孤是恶客，不请自来，叨扰了主公的正事。不敢，臣不敢。故昔年也曾随徐内汉游历汴梁，中原风物何落人才，令故叹为观止。尊使远来，却不知我江南人物景色，可堪一观否？富贵已极，今夜之繁华盛景，翌日或成乱野荒墟，君何人也？大王，何出此言呢？不欲生灵涂炭耳。此亦天子谕也。非要变个征硕吗？昔日在汴梁，契丹天子驾前，诸君亦曾屈身为臣妾啊。大王说的是，顾儿在衡州，李谷亲手杀了守卫武库的契丹官佐，救出了冯令公，使北地州郡重归汉统，雪了此耻。大王，我等北人不胜酒力，为时已晚，自请告退，还望大王恩准。诸位且慢，诸位且慢。大王，微臣早已安排妥当。今夜静还，使臣可入馆驿歇息。金陵繁华，堪比昔日长安洛阳。使臣若有暇，不妨盘桓几日，以尽我主之志意。就是啊。告辞。徐内汉，昔日重元殿上的种种情形，内汉还是应当常常与大王提起。喝酒了的人看不得旁人糜费，主公若是不吃了，外臣请带回去吃。请大王允准。理应如此。这位周使尊姓？这怎么是君茂夫子？茂夫，好歹也是杨行密留下来的奢遮基业呀。承平日久，居然都自以为是桃花源中人了，可笑啊！金陵没什么可看的了，收拾行囊，明日一早启程南下。落。在，他带来的酒食就布在此地。诺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大人，没有惊扰到你吧？都散了，散了，散了。大人，还有什么吩咐？快点！
庙堂之上，歌舞升平，雕梁画栋；江湖之间，虚礼横行，机票遍野。真是应了杜工部所言啊！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所有人都排好队，谁都不许越次。行人只记录名姓、年岁、祖籍。车马和货物需缴纳赋，10税1。纳了赋的，到棚子里去取评级，上面有中吴镇的符印，拿着到博弈物去抵税，无需再缴2次税了。我等是朝廷使团，奉诏出使吴越。罪臣且仁君参见大王。大郎兄免礼。谢大王。像不像幕后尔官？臣不敢。真娘给小弟念过一首戏府民谣：余丈子坐朝堂，虾蟹锱铢入余行。臣还听过后一句：10税1，天朗朗，辅君州县一般忙。那都是虎子先生在台州时定的策，算不得小弟的功劳。臣不敢贪天之功。大王何必谦虚？王道谈谈，王道平平，得贤人而用之，得良策而行之，这才是堂皇正大的王者之道。大王的威仪，或许不在服装典仪之上，却在梨树的心里。这是集市，这分明是一座城啊！如何呀？绰约3、4里，这城咱们走了半个时辰，还没走出去。东吴之地不可轻图啊！我们走。早些年和大郎兄在皮夫子门下读周礼，河山之谷，在德而不在险。可真当坐上那个榻子之后，才明白，在德倒是不假，可若是无险可守，这德也未必能持久。大郎兄的案子是6哥受了小人蒙蔽，屈枉了长兄，故替6哥向大郎兄赔罪了。臣不敢。此番召大郎兄入宫，是想借着兄长旧日资望，重整内衙诸军。现在宗室之内，若论及最懂兵的，确实是大王自己。不过是跟着南征了一遭，替6哥打理粮秣辎重。故预付大郎兄内衙兵马都统军使之职，提调内外兵马，总理裁探各督编制事宜。大王有教，臣不敢辞。不过，臣想向大王要一个人。如玉公，可以。暂时把如玉宫借给大郎兄。谢大王。不过，要等他先忙完眼前的事。啊，朝廷使团到杭州了。顾身边眼下还离不得如玉宫这个元帅府判官。诺。为广顺3年，岁次癸丑，10月甲午朔，念6日己未。皇帝若曰：朕诚有汉之乱政，诚统于丧离，尊圣道与王化，谨行缓复，以吴越居右，宣抚东南，代有得焉。思尔
天下兵马元帅，领镇东、镇海两军节度使，杭州越州大都督，上柱国、吴越国前弘处。开国成家者60年，奉天朝之师律，勤修贡事，赐尔为吴越国王，天下兵马都元帅，拜太尉、尚书令。食邑3万户，食10封1800户，福禄无穷，宜绝百世，敬之哉！吾替朕命。臣钱弘处奉诏谢恩。参拜元帅。李相公免礼，诸公免礼。请李相公及诸位使臣暂回驿馆歇息。谢元帅。如何啊？若以之间驿馆论之，怕是远不及金陵啊。文博啊，你也太促狭了些吧？见微而知著。吴越之地，官衙馆舍简约质朴，然四面皆寺，喧沸熙攘。既有长安东西、洛阳南北之旧貌，只此一条，便远胜南唐多矣。定下来是谁和你我来谈了吗？丞相府丞相袁德昭，元帅府判官慎文琪。一主内政，一主共事，这礼数上都周全的紧呀。可惜了，何该当面称一称这少年吴越王的根底啊？无妨。临行之际，冯令公有所交代，晋王和赵元朗皆与这位大王有旧，让赵元朗去称。哎呀，还是吴越的酒喝得舒心呐。该说不说，你这大王做的是越来越有模样了。千头万绪，偏生还急不得，大事小事，只能从头慢慢收拾。都一样，小乙哥那儿也是一堆琐细事。官家身子不好，无所吵了，大事小情都得小乙哥做主，一天也睡不得2个时辰。小乙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，他做这些事儿不奇怪。可我呢，自幼顽劣、懒散，赶鸭子上架做了这个大王，偏生坚壁又瘦弱，撑不起偌大的局面。莫要自谦。此番出使，我们却是自扬州而来，所见朱门大户确是豪富，可是寻常人家，衣不蔽体，物不片瓦，家无余粮。相比之下，我们来到吴越，自博弈物下船，我听闻也就是3、4年的光景，你将那博弈物翻了个5、6倍之大，且有万人跳卖营生，单凭这一点，你就比你的兄长做得好。那也是有6哥在先啊。是。其实也没那么好，库府钱粮也没多出多少，民间钱帛往来、商事贸易多了许多，这倒是真的。府库中并无多余的钱粮可数。袁相公何必狂语？此行一路之上，所闻所见，吴越之富庶，即天下之冠。再说，朝廷也不是白要吴越之粮，这不是共识，是贸易。今朝廷所有，只要东南所需，皆可贸易，包括兵甲在内。国中不缺兵甲。李相公，王师仪，袁相公所言俱是实情。实不相瞒，国中正在裁军。裁军？袁老兄，
此番官家和小乙哥千里相公出使东南，究竟所为何来？想带你回京师，去京师里做你的大王。每个月朔望日，天蒙蒙亮，与我一同站到那明德门外去吹冷风。那可是好啊！那御史台的台玉我还没住够呢，值得半年的光景，整整胖了10斤有余。汴梁的食水养人呐，想得美！小乙哥那儿恨不得一个人分成5个用。我是帮不上他许多，你若能在，定能助他一臂之力。算了，不迟说忙了。此番出使，实则是为了南梁北书的事情，也顺便看看吴越国是否可图吧。你当真这么想？小乙哥如今不再是河东军的藩子，是执掌天下、监理国政的储君，便是寻常的中才之主，连做梦都想着江山一统，更何况是小乙哥这等雄才大略、心系天下的英雄。此次你确实猜错了。能让他夙夜忧心的，不是什么破狮子天下，而是民生。莱州海贸，就是开辟自明州到莱州的海贸航线。当年大王游历京师，走的便是这条海路。可惜当年京师灌溉云集，将门勋贵比比皆是，垄断上了。再加上又有地方上的藩镇林立，货物从明州到莱州容易，从莱州到京师，却要历经重重关卡，忍受几十层的盘剥。只要陆路和海路都通了，南梁北输便不是妄想。吴越国中春秋2岁，能输送多少粮食北上？袁相公没有打诳语，国中府库并没有多余的存粮，多余的粮食都在民间。如玉的意思是说，只要开了莱州海贸，民间商贾自家便会把粮食从明州走海路运往京师。做不到。方才下官说了，要使这条商路通起来，朝廷需先做到一件事。